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某个周末，你花了一整天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站在客厅中间，深吸一口气，觉得自己好像重新掌控了人生。然后不到5天，餐桌又被账单、零食袋、充电线给淹没了，玄关又堆满了鞋子，沙发上又长出衣服。你看着这一切，心里只有一个字：累。我认识一位阿姨，住在嘉义，64岁。她以前就是这样，每个礼拜六都像打仗一样，从早忙到晚，擦拖洗枕，做到腰都直不起来。她跟我说，我好像在跟家里比赛，但我永远赢不了。我问她，你整理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？她说，想赶快弄完啊，弄完好休息。我说，问题就在这里，你把整理当成敌人，你要打败他，但他永远会再回来。你每次做之前就觉得累，做的时候只想赶快结束，做完又觉得很快会再乱，这样的整理永远不会让你快乐。后来他换了一个想法，他不再把整理当成不得不做的事，而是当成对自己好的事。他开始每天只花10分钟，慢慢弄边听电台。他说，现在他整理家里的时候，心里是平静的，甚至有点享受。而且很奇妙的是，他的家反而比以前更干净了，因为每天都在做一点，脏乱来不及累积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5个观念，不是那种每天打扫15分钟，你早就听到烂掉的建议，而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真实体会。观念一改变，习惯就改变；习惯一改变，家自然就整齐了。第一个观念，你不是在整理房间，你是在整理你的大脑。你有没有注意过，当你心情好、状态好的时候，你的房间通常也比较整齐。反过来，当你压力大、很焦虑的时候，家里就会开始乱。这不是巧合。国外有一个研究，让2组人在不同环境下做专注力测试，一组是整洁的桌面，另一组是堆满杂物的桌面。结果发现，在杂乱环境里的人，大脑负责决策和专注的区域明显更疲劳，表现也更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大脑每1秒钟都在处理你眼睛看到的东西，那堆没折的衣服，那叠没拆的包裹，那个不知道要放哪里的东西，你的大脑必须花力气去假装没看到。所以你在一个很乱的房间里面，就算什么事都没做，也会觉得累，因为你的大脑一直在加班。那怎么办？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改变你对自己说的话。下次面对乱七八糟的房间，不要跟自己说，我又该打扫了。你换一句话说，我现在要帮自己的大脑减压。你看，打扫听起来是苦差事，但帮大脑减压听起来是善待自己，同一件事，不同的说法，你的动力完全不同。你可以每天选一个小区域，比如书桌的右半边，或者洗手台的台面，花5分钟让它变干净。不是为了干净本身，而是为了让你的眼睛有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。当你家里有越来越多这种视觉休息区，你会发现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明显变好。第二个观念，你囤积的不是物品，是没有被处理的情绪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家里那些放了好几年都没用过的东西，你为什么舍不得丢？很多人会说，还能用啊，丢了浪费，说不定以后会用到。但你冷静想想，那件已经不合身的洋装，真的是因为还能穿吗？还是其实你舍不得的是当年穿得下那件衣服的自己？那套买了从来没打开过的烘焙工具，你留着是因为以后会做蛋糕吗？还是它代表了你对未来更好生活的一种想象？那个老朋友送的杯子，你留着是因为喜欢杯子，还是因为不想忘记那段友谊？有一个心理学现象叫做禀赋效应，意思是人只要拥有了一个东西，就会不理性的觉得它特别有价值。一个马克杯，拥有它的人愿意卖的价格，是没有它的人愿意买的价格的2倍以上。你的那些舍不得丢的东西，也是一样的道理。所以整理的时候，你可以做一个情绪审计，拿起一个让你犹豫的东西，问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，这个东西代表的是现在的我，还是过去的我？第二，如果我今天在店里看到它，我还会买吗？第三，留着它让我感到安心，还是让我感到内疚？如果答案是过去的我不会买，内疚，那这个东西不是你的财产，是你的负担，让它离开，你的心会轻很多。第3个观念，维持整洁不是靠意志力，是靠环境设计。你可能会想，
那些家里永远很干净的人，是不是因为他们意志力特别强？其实不是。心理学有一个理论叫自我耗损，意思是你每天做的每一个决定，抵抗的每一个诱惑，都在消耗同一个意志力账户的额度。你上了一整天的班，做了几百个决定，回到家已经精疲力竭了，这时候要你再靠意志力去整理房间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真正的解法不是练出更强的意志力，而是设计一个不需要意志力就能维持整齐的环境。你可以做4件事。第一，一进一出，买了一件新衣服，就从衣柜里挑一件最少穿的捐掉。这不是每次都要痛苦的抉择，你就把它变成一个自动执行的规则。第二，每样东西都要有一个固定的家，钥匙的家是玄关的小碟子，遥控器的家是茶几抽屉，眼镜的家是床头柜左边。当每样东西都有固定位置，你就不需要思考这个要放哪，你只需要做一个动作，放回去。第三，2分钟法则。如果一件事2分钟内能搞定，比如洗那个杯子，把外套挂好，擦一下台面，就立刻做，不要让它进到你的待办清单，因为混乱不是一下子爆发的，混乱是很多等一下再弄累积出来的。第四，设置视觉提示，在你最容易堆东西的地方放一个你觉得好看的东西，一盆植物，一个喜欢的摆饰，一张照片。当那个区域开始被杂物侵占，那个好看的东西就会在视觉上提醒你，这里不该长这样。以上4个方法，没有一个需要你忍耐或坚持，它们是一套设计好的系统，你只要设置一次就能持续运作。第4个观念，完美主义才是整洁最大的敌人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你想整理衣柜，但一想到要把所有衣服拿出来分类、折好、按颜色排列，就觉得好累。算了，今天太累了，下礼拜再说。下礼拜到了，算了，等放长假再一次好好整理。长假到了，现在开始也弄不完了，算了吧。这种想法，心理学叫做全有或全无思维。你心里设定了一个完美的标准，然后当你觉得自己做不到的时候，你就选择完全不做。结果就是家里越来越乱，你越来越焦虑，焦虑又让你更不想开始。这是一个完美的恶性循环。伏尔泰说过一句话，完美是美的敌人，放在整理上刚刚好，完美也是整洁的敌人。你要允许自己做到足够好就好。衣柜不需要像网络上那些收纳达人一样美到不行，衣服折好放进去，找得到就行了。厨房不需要每煮一道菜就把锅碗擦到发亮，洗干净沥干就够了。书桌不需要每天晚上恢复到空无一物，工作资料叠好，杯子拿去洗就够了。足够好不是偷懒，它是一种策略。因为当你允许自己做到70分，你才会真正开始动手。而持续每天70分的行动，永远好过那个你从来没有开始的100分计划。今天就从每天10分钟开始，手机设好闹钟，时间到了就停。你会发现10分钟累积7天，效果远超你的想象。而且最妙的是，你开始动了之后，往往会自己多做个5分钟。10分钟不是有了动力才行动，而是行动本身会创造动力。第5个观念，整洁不是目标，是一种活着的方式。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家里整洁是一个目标吗？是一个你完成了就可以打勾的待办事项吗？如果你这样想，你一定会反复挫败，因为你今天整理好了，明天有新买的快递会到，这周清空了餐桌，下周孩子的作业又会铺满。你花了2小时拖好地板，结果家人回来走一圈又脏了，但这是正常的。混乱不是你失败的证据，混乱是生活正在发生的证明。真正能改变你生活品质的，不是某一天的大扫除，而是你选择了一种对待空间的态度。你可以为自己建立3个小小的生活仪式。第一个，晨间3分钟仪式。早上起床，在等热水煮开的时候，顺手做3件事：把客厅的抱枕拍松，把餐桌擦一下，把洗手台的水渍抹掉。3分钟而已，不是打扫，你就当作是跟今天的生活空间打声招呼。第二个，睡前重置仪式。睡前花5分钟，把白天移动过的东西归位，遥控器放回去，杯子归定位，沙发上的毯子折好。
这不是整理，这是为明天早上的自己准备一份礼物。明天一睁开眼睛，看到的是干净整齐的空间，那种清爽的感觉是今晚的你送给自己的。第三个，周末感恩仪式。每周找一个时间，不是大扫除，你就擦拭一下你最常使用的那些东西，那张每天承载你吃饭的餐桌，那个每天为你煮饭的厨房，那张每天晚上让你安稳睡觉的床。你带着一点感谢的心情做这件事，整个感受会完全不一样。它不再是负担，反而会变成一种静心的练习。阿公阿嬷，我跟你说，整理不是惩罚，不是苦工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，整理是你跟自己的家好好相处的方式。你不用一次做完，不用做到完美，不用跟别人比，你只需要每天做一点点，做让自己舒服的事。这5个观念，你不用全部做到，先挑一个你觉得最有道理的，比如今天就从10分钟开始，明天就试试看，设一个闹钟，只做10分钟。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原来整理可以不累，原来家里可以变干净，原来你的心情可以变轻松。这里是专注咖啡屋，我们一起做心理轻松，家里也轻松的人。下集再见。